而第一次去男友家，收到了1万块的见面礼，她兴奋地跟我说：“妈，你看我说的对吧？他家里重视我。”我笑了，反问道：“重视你，那为什么给你转账不准备现金？为什么你男朋友也不帮你收款？你信不信你现在收了钱，你男朋友马上电话打过来？”女儿不信邪，点了确认收款，很快手机就响了，正是她男朋友的电话。电话在她手里震个不停，她的脸色刷的就白了。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说男朋友有多在乎她呢，这下可真是打脸，这在乎的让人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女儿偷偷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些犹豫。我轻笑一声，直接催促：“接啊，听听他怎么说。”她这才不情不愿按下了接听键。电话那头传来她男朋友周建川的声音：“念念，那个，你到家了吗？”女儿应声：“回了啊，我不是微信上早就跟你说了。”周建川顿了好半天，才憋出来一句：“那个，我就是问问，怕你路上不安全。”这话听着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女儿也听出来他在绕弯子，直接开口问：“你到底想说啥？有话直说。”周建川又犹豫了半天，才小声问：“我妈给你转的那笔钱，你收了吗？”女儿的脸彻底垮了，委屈巴巴地看向我，我得意地冲她挑了挑眉，给了她一个“我就说吧”的眼神。她压着心里的火，反问了一句：“我不该收吗？”周建川赶紧解释：“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”女儿冷笑了一声：“周建川，我刚点完收款，你电话就追过来了，你跟我说这是随便问问。”周建川忙不迭地解释：“念念，你别多想，我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刚才我妈跟我说你把钱收了，我才打过来问问。”女儿又是一声冷笑：“是吗？那我收的对不对啊？”周建川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半天没憋出来一句话。我故意在旁边咳了一声，电话那头的周建川瞬间慌了，立马就把电话挂了。没2秒，他的微信就发过来了：“你妈刚才也在旁边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”女儿举着手机凑到我跟前，气得直跺脚：“妈，我快气死了！周建川怎么能这样啊？”我笑了笑，往沙发上一坐，自顾自玩着手机。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你们大学谈了2年，毕业又谈了2年，他家里人对你从来不闻不问，连面都不愿意见，这摆明了就是提前打听了你的情况，压根儿不满意，根本没把你当回事。女儿委屈地瘪了瘪嘴：“怎么可能啊？他在他爸妈面前帮我说了好多好话，还给他们看过我的照片，他们都特别满意我呢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：“你啊，学习上脑子转得比谁都快，怎么一碰到感情的事就笨成这样？”女儿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：“妈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”我轻笑一声：“先啥也别管，钱就踏踏实实收着，该着急的是他们。”女儿没再说话，蔫蔫地躺在沙发上发呆。我起身去门口拿外卖，一回头就看见她跑到阳台接电话去了。看那样子，肯定是周建川的道歉电话打过来了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我是个单亲妈妈。念念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前夫出轨，我直接提了离婚。我自己有事业，经济上从来没压力。前夫那时候没正经工作，孩子的抚养权自然就归了我。这些年我们娘俩相依为命，女儿乖巧懂事，学习也用功，日子过得一直安安稳稳的。唯一的变数就是这个周建川。念念大2生日那天，我在家附近看见一个男生找她，俩人举止特别亲密。回家我就问他了，一开始他怕我生气，不敢说实话。我跟他说没关系，这个年纪谈恋爱很正常。他才老老实实跟我交代了，还给我看了男生的照片。说实话，我对这男生的长相真不满意，长得实在不好看。但我也想着人不可貌相，能跟我女儿考上同一所大学，脑子应该不差。可没想到再往下多了解了一点，我就彻底坐不住了。周建川家里条件很一般，上面还有3个姐姐，这种姐弟组合，我打心底里就没好感。好几次我去学校看念念，他都跟做贼似的躲得远远的，连大大方方过来跟我打个招呼都不敢。这么小家子气的男生，我是真的不看好。我把我的想法跟念念说了，他却一个劲帮他说好话。妈，他就是性格内向，不是没礼貌。我特别无奈，知道女儿这是犯了恋爱脑。罢了，我没给她一个完整的家，她成长里缺了父爱。要是我现在硬逼着他们分手，她肯定接受不了，所以我也没硬拦着，只跟她说谈恋爱可以，但女孩子一定要自尊自爱，保护好自己。念念一口答应了。一转眼，俩人就谈了4年。这1年，周建川说要带念念回家见父母，念念特别开心，跑来问我该准备什么礼物，我头都没抬，带个果篮就行了，头一回上门，不用太隆重。念念赶紧摇头：“那怎么行啊？我得买点好的补品过去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他家里人配你这么费心吗？”念念忙不迭的点头：“当然配呀。周建川说他爸妈可喜欢我了，夸我长得漂亮又懂事，还在家准备了好多吃的等我呢。”我心里冷笑，嘴上只跟他说：“你想买贵的礼物也行，但今晚绝对不能在他们家留宿。”念念点了点头。晚饭刚过没多久，他就回来了，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凑到我跟前，跟我显摆：“妈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他爸妈真的特别看重我，头一回见面就给了我10001块的见面礼。虽然1万块也不算多，可他家条件本来就一般，能拿出这个数，已经很有诚意了。”我问他：“给你的是现金吗？”念念摇了摇头，点开手机给我看，他妈妈加了我微信，直接给我转的账。我笑了笑：“傻女儿。”念念一脸好奇：“妈，怎么了？”我跟他说：“早就知道你要上门，居然不知道提前去换现金。”念念想了想：“他妈妈说忘了，所以才给我转账的。”我跟他说：“你给我的地址要是没错，我特意搜过，他家楼下500米就有银行。”念念的脸色变了变：“可万一人家真的不方便呢？”
我笑了笑，你说他们特别看重你，那该准备的东西肯定都提前弄好了吧？怎么连个红包都没提前准备？再说了，不给现金，哪怕用支付宝转也行啊，直接就到账了。为啥非要用微信转账？就是因为他妈妈赌你不好意思收。要是周建川真的在乎你，早就抢过手机帮你收了，还能留到现在，让你自己纠结。念念被我说的愣在原地，我看了他一眼。我们打个赌，你现在点收款，你男朋友立马就会给你打电话，信不信？念念这回硬气了一回，我才不信。结果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。念念打完电话从阳台回来，居然一脸喜气洋洋的。妈，咱们都误会他了，他真的就是随便问问。他妈妈跟他说这事，也是想问问给的钱够不够多，不是真的在意我收了转账。我一边撸着刚拿回来的烤串，一边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傻女儿啊，看来要把她拉回正路，还得费点功夫。我想了想，开口跟她说：“念念，我们再打个赌，我赌3天，3天之内，她肯定会想办法把这1万块要回去。”念念一脸不敢相信，不可能，她刚才还说她妈妈怕给我给少了呢，怎么可能会要回去？我笑了笑，那你敢不敢赌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就请年假陪我出去度假；要是你赢了，我无条件答应你一件事，怎么样？其实我早就想带念念出去玩了，可她每次都要将就周建川的时间，从来没空陪我。这次刚好能借着这个由头，让我们娘俩好好出去玩一趟。念念一口答应下来。妈，你这次输定了，我肯定能赢。第二天，我一早就去了公司处理工作。中午的时候，念念突然跑到公司来找我了，我有点好奇，怎么跑到妈妈上班的地方来了？念念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。妈，今天周建川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妈妈晕倒住院了，我有点担心，赶紧问，现在人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念念摇了摇头，我去医院看过了，结果周建川跟我说他身上没钱交住院费，让我给他转点钱。我问他要多少，他说1万就够了。念念说着说着就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妈，哪有这要巧的事啊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骗自己了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那你把钱给他了？念念摇了摇头，我当时气都气饱了，根本没给，让周建川自己找人借去。他一个大男人，能连1万块都拿不出来，骗谁呢？我拉着念念的手，走吧，先陪妈妈去吃饭。至于那1万块钱，他们后面肯定还有一堆办法，非要从你手里要回去不可。念念气得直掉眼泪。妈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快烦死了！1万块钱又不是什么大钱，他们要是舍不得，当初就别给啊！怎么能这么恶心人？听着女儿的话，我忍不住笑了笑。傻女儿，他们舍不得钱还要装大方给你，当然是为了落个好名声啊！念念越想越气，坐在那一个劲的骂周建川。我带着念念去公司食堂吃饭，刚把饭打好，念念的手机就响了。她皱着眉看着来电显示，又是周建川。他们家真是把这1万块钱当成命根子了。念念说着就接起了电话，电话那头立马传来周建川气急败坏的声音：江念，你在那磨蹭什么？不是说好给我转钱吗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想私吞那笔钱，对不对？我妈说的真没错，你怎么是这么个见钱眼开的人？念念听完这话，彻底炸了，当场就骂了回去：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！1万块钱，也就你们家把它当命根子。我妈送我最便宜的包都要2、3万，我还能稀罕你家这1万块？舍不得给当初就别装大方，我今天才算真的看清你了，周建川，我们分手吧。说完这话，念念气冲冲地挂了电话。我给念念夹了一块肉，先吃饭，吃饭的时候生气容易得胃病，为了个男人气坏自己，不值得。念念点了点头，低头开始吃饭。吃完饭，我跟念念说，你把那1万块钱转给他妈妈，别转给他，看看他妈妈收不收。念念瞬间就明白我的意思了，笑着跟我说，好，我这就给他妈妈转回去。回了办公室，我慢慢问起念念头一回去他家的细节。念念想了想，跟我说，他妈妈给我准备了新拖鞋，其实这一点还挺好的，就是那拖鞋我穿着特别大，还是灰色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我瞬间就明白过来了，这拖鞋根本就是他妈妈买给自己儿子的，他觉得给你买一双你就穿一次，太浪费了，不如买他儿子的码数，既能应付你，说是专门给你买的新拖鞋，等你走了还能给他儿子接着穿。念念听完，惊得下巴都要掉了，不是吧？一双拖鞋而已，就10几块钱的东西，至于这么抠吗？念念说着，又想起了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我去的时候，他家里人还给我端了水果，有火龙果，还有橙子，全是整个的，连切都没切，那么大一个，让我怎么吃啊？我耸了耸肩，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你吃啊！正常人家招待客人，这2种水果肯定都会切好装盘再端上来，整个端上来，就是明摆着不想让你碰，给你难堪让你走。念念又接着说，还有，他妈妈说自己不太会做菜，还说听周建川说我爱吃火锅，所以就准备在家吃火锅。我当时还觉得没什么，挺好的，可谁能想到火锅里就只有羊肉，我最讨厌吃羊肉了，剩下的全是素菜，就一盘火腿肠，勉强算我能吃的肉。说完这话，还没等我开口分析，念念就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妈，我要分手，我一定要分手，我太委屈了。我赶紧抱着她，轻声安慰，可我心里却清楚得很，念念肯定不会真的分手。我自己的女儿什么性格我最清楚，她天生就心软善良，又特别长情。周建川还是她的初恋，她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放下的。看来要让念念彻底放下这个男人，还得不知道拉扯多久。晚上回家之后，念念决定跟我一起出去旅游，她很快请好了年假，我也把公司的事都安排妥当了。我问她，
周建川的妈妈有没有收那笔钱？念念说没有，对方不仅没收钱，还发了好多消息挽留她。我问念念是怎么想的，念念想了想，跟我说：好烦，我不想再搭理他们了。妈，我们出去玩玩，放松一下心情吧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我们娘俩去海南玩了整整半个月才回家。这半个月里，刚开始念念一直忧心忡忡的，我知道她还在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心烦，我也没强逼着她陪我玩闹。一直到旅程的后半段，念念好像自己想通了什么，慢慢放下了心里的包袱，开始跟着我一起开开心心的玩。可没想到，我们回家的当天，正好就撞见了周建川。周建川看见念念提着行李箱下车，立马怒气冲冲的冲上来，没好气的质问：半个月不回我消息，不理我，原来是跟别的男人出去旅游了。江念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女儿当场就气炸了，你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。周建川却还不肯闭嘴，继续追着质问：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，所以才对我这么冷淡？念念皱着眉看着他，你们家做的那些恶心事你都忘了，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冷淡你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我要分手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也从车上下来了，看见我手里也提着行李箱，周建川瞬间就愣住了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误会了念念。周建川赶紧改口：对不起念念，我不知道你是跟伯母一起出去旅游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念念满肚子的委屈：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周建川赶紧上前求饶：念念，你真的误会我和我家里人了，当时我妈是真的住院了，我不是为了跟你要回那1万块钱，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？我妈知道了之后也一直骂我不该跟你借钱，说什么都不肯收你转过去的钱。念念，我们在一起4年多了，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虽然没钱，嘴又笨，可我爱你的心是真的。你忘了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约定好了，有什么事都要摊开说，千万不能冷战的吗？念念，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你真的舍得跟我分手吗？周建川说着，伸手紧紧攥住了念念的手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我站在旁边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个周建川果然把念念的性子摸得透透的，念念就是这样的性子，最容易心软。他这一套感情牌打下来，念念果然就松动了。我不想让念念在中间为难，便开口喊了一声：小周是吧？周建川赶紧看向我，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：伯母。我笑了笑，你和念念要是真心相爱，我也不会拦着你们，只不过凡事都要按规矩来，你得正式上门拜访，带上你妈妈一起来提亲，我们才能坐下来商量婚事，你说对不对？周建川听完我的话，瞬间喜出望外，立马改口：一定一定，伯母说的太对了，我一定回去带我妈亲自登门拜访。打发走了周建川，我和女儿回了家，女儿一脸忧心忡忡地看着我：妈，你说我该不该跟她继续走下去？我笑了笑：你心软了，对不对？女儿点了点头，又难受地捂住了脸：对不起妈，我真是太没出息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把女儿抱进怀里安慰：这不是没出息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念念，你从小就心善心软，妈妈都知道，不用害怕，你只要跟着自己的心走就好，不管出什么事，妈妈永远都在你身边，永远支持你。念念抱着我，哭得稀里哗啦，看着女儿哭成这样，我心里也又酸又疼。可我也知道，要让她自己彻底放下这段感情，这些眼泪和煎熬是她必须要经历的。念念哭着抬起头，看着我说：妈，幸好有你。我笑了笑：妈妈永远都是你的妈妈，永远不会放弃你。念念，妈妈要告诉你，谈恋爱或许只是2个人的事，可结婚是2个家庭的事。永远不要指望一个男人会为了你去对抗他的原生家庭和家人。念念听着我的话，好像想通了什么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1周之后，周建川果然带着他妈妈上门拜访了。人还没到家门口，我就先收到了闺蜜的消息。闺蜜跟我住同一个小区，她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问我视频里的男生是不是念念的男朋友。她看着特别眼熟。我告诉闺蜜，今天念念的男朋友和她妈妈要来我家拜访，商量订婚的事。闺蜜赶紧让我好好看看视频。我点开视频一看，明显是闺蜜偷偷录下来的。视频里，周建川和他妈妈正在楼下歇脚。周建川的妈妈一脸不高兴，嘴里嘟囔着：住这么高档的小区，还在乎那1万块的见面礼？儿子啊，你这女朋友可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主。周建川一脸尴尬，赶紧劝：妈，咱们还是赶紧上去吧，别让人家等久了。周建川的妈妈却毫不在意，让他们等着怎么了？有什么好急的？你干嘛老是一副上赶着的样子？你这不是被女方拿捏得死死的吗？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周建川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周建川的妈妈一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一边撇着嘴说：切，真以为住个高档小区就了不起了？我听说他是单亲家庭，他妈一个人开了个公司。建川点了点头。周建川的妈妈露出一抹轻蔑的笑：开的什么公司啊？一个女人家还能开得起公司？怕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吧？周建川赶紧拦着：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别在这乱说。周建川的妈妈却毫不在意：这有什么？我怀疑的难道没道理吗？你想想，他妈要是这么不干净，他女儿能好到哪里去？切，要不是想着以后他能在事业上帮衬你，我才不同意这门婚事呢。周建川一脸无奈：妈，别说了，赶紧走吧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看完视频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看来这家人不光是蠢，心还坏透了，真是一对没脑子的母子。没一会儿，周建川就带着他妈妈到了门口。我开了门，周建川的妈妈立马堆起一脸笑，上来就攥住我的手，一个劲地夸：亲家，咱们俩岁数差不多吧？
哟，你看着可真年轻，比我看着年轻10几岁呢。我礼貌地抽回了手，这婚事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亲家这个称呼还是先免了吧。我转头问小周，你妈妈贵姓？周建川赶紧开口，我妈妈姓林。我笑着看向周建川的妈妈，林女士，我姓江，你叫我江女士就好。周建川的妈妈脸色瞬间僵住，随即又堆起笑点头，是，都按你的规矩来。我假装没听出他话里的阴阳怪气，招呼他们坐下。周建川的妈妈坐下之后，就开始东张西望打量屋子，开口问：“这房子是你的？”我坦然点了点头。周建川的妈妈瞬间就激动了，看来你们家条件是真的好，那这嫁妆是不是也得多给点？我轻笑一声，林女士，我们还是先说说彩礼的事吧。周建川的妈妈得意地笑了，现在这社会都不流行彩礼了，不过既然你提了，那我们家肯定给，就给3万吧。之前的见面礼扣掉1万，我们家再补2万就行了。念念坐在旁边，听着这话，脸瞬间就变了。我笑了笑，那不行，彩礼最低也得28万，还有5金，最少5万，再加上酒席、婚礼这些杂七杂八的，你们最少准备5、60万吧。至于婚房，买不起的话，租也可以。周建川的妈妈立马跳起来反对，那不行，我们家哪来这么多钱？我轻笑一声，没关系，没钱就不结呗，反正念念还小，我还想留她在身边多养2年呢。周建川赶紧开口，伯母，我是真的爱念念，我真的想娶念念回家。我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但彩礼和5金必须要有，再着急也得按规矩来，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就娶媳妇。周建川急了，伯母，我是真的爱念念，我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可我对念念的心是真的。我轻笑一声，你要是真的爱一个女人，就不可能这么怠慢她。周建川低着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继续开口，家里有个儿子，按理说从小就该给他攒娶媳妇的钱了，你们家现在拿不出来，只能说明你爸妈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周建川的妈妈赶紧开口，不是的，实在是我们家没钱啊，我和他爸爸都是普通打工的，哪里能跟您比啊？我嗤笑一声，没再说话。周建川的妈妈见我不好对付，眼珠子一转，就看向了坐在旁边的念念。念念啊，阿姨是真的喜欢你，你和建川是真心相爱的，怎么总有人想拆散你们呢？你快跟你妈妈求求情啊！我心里清楚，她就是吃准了念念性子软，好拿捏，所以才把矛头对准了念念。周建川也看向念念，念念，你快帮我劝劝你妈妈。我也看向念念，我在等我女儿自己做决定。念念缓缓抬起了头，看着周建川说，周建川，你之前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对，你妈是永远不会害你的。我觉得我妈也是，她永远不会害我，所以我听我妈的。周建川当场就傻眼了，两人灰溜溜的走了之后，念念突然开口，妈，我要和他分手。短短一句话，听不出半点情绪，可我知道，人真的下定决心的时候，是不会有任何多余情绪的。看来念念是真的彻底想通了。后来念念辞了原来的工作，说想来我的公司帮我，我特别开心。再后来，念念在公司做出了不错的成绩，我特地给她办了庆功宴。念念喝了点酒，抱着我，一个劲的跟我说谢谢妈妈，幸好当时你一直陪着我，拉着我，不然我早就傻乎乎的跳进火坑结婚了。我抱着念念，叹了口气，要是能遇到对的人，结婚是为了更幸福，可要是遇不到，没必要硬凑。念念点了点头，我还是喜欢跟妈妈一起生活，过了一段安安稳稳的日子。没想到我和闺蜜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居然撞见了好久没见的周建川。刚分手的时候，周建川还来找过念念好几次，无非就是哭着求饶，赌咒发誓那一套。奈何念念已经下定了决心，再也不会心软了。后来周建川还想硬来骚扰，我直接报了警。他进去蹲了几天，出来之后就老实多了，可能也是真的怕了。之后就再也没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到。周建川正在跟一个女孩子相亲，看样子是没成。女孩子刚要走，周建川的妈妈突然跳了出来，拦着人家让人家付钱。女孩子一脸震惊，指着桌子上的钱说，我已经付过了，我和你儿子是 AA 的。谁知道周建川的妈妈却不依不饶，凭什么 AA？ 要不是为了跟你相亲，我儿子能出来吃这顿饭吗？这钱就该你全付。这离谱的言论当场就让周围的人都看呆了。女孩子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又掏了钱出来。这下好了吧，恕我直言，您儿子这样的条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尤其是还有你这么个妈妈。周建川的妈妈当场就恼了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儿子的前任那可是肤白貌美大长腿，学历高家世还好，喜欢我儿子的人多了去了。女孩子冷笑一声，既然这么好，怎么还成了前任呢？周建川的妈妈瞬间哑口无言，随即又嘴硬道，那是因为那个女孩子有问题，脚踩2条船。我冷哼一声，直接站起来走了过去。你放屁！几人都没想到我会在这里。周建川和他妈妈的脸瞬间就白了。我看着那个女孩子，开口说道，美女，我就是他说的那个女孩子的妈妈。当初我女儿头一回去他家，他说没钱备红包，微信赚了1万块见面礼。结果我女儿刚点收款，他儿子的电话立马就打过来了。第二天就编瞎话想把这1万块要回去，后面被甩了，还死乞白赖的求我女儿原谅。现在得不到了，就转头往人家身上泼脏水。女孩子听完更是生气，我就说，怪不得你儿子这条件一直单身，原来是有你这么个妈在拖后腿。和闺蜜转身就走，没走2步，周建川就追了出来。伯母，我真的后悔了，当初我不该那样对念念，我还是很爱她。伯母，能不能让念念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妈宝男，你永远都不敢反抗你妈妈，你这种懦弱的人根本不配喜欢我女儿。周建川还在身后一个劲地说自己真的后悔了，我没再搭理他，转身就走了。
回家之后，我跟念念说了这件事，念念的情绪特别平淡，我跟她早就没关系了，她后不后悔都跟我没半点关系。看着念念一脸平静，我心里挺欣慰的，她再也不是别人哄两句就心软的姑娘了。突然，念念又开口问我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藏不住的担忧：“妈，你说周建川他妈会不会去找那个姑娘的麻烦？”我搁下手里的茶杯，抬眼望向她，我语气平静地回她：“他肯定会的，但这事跟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”念念点了点头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她心里多半在琢磨，那姑娘会遇上什么事。日子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念念在公司适应的特别快，她脑子灵光，又肯下功夫学，没多长时间就上手了好几个项目。看着她在会议室里从容发言的样子，看着她守在电脑前认真工作的模样，我打心底里觉得这孩子是真长大了。这样安稳的日子大概过了1周，直到某天中午，我的手机突然震了起来，是闺蜜给我发来的消息：“你快看看这个，是不是你家念念？”她给我发了个本地论坛的帖子链接，帖子的标题扎眼的不行，知名公司女总裁之女脚踏2条船。我点进帖子，里面全是骂念念的话，什么拜金女、心机婊、惯三，难听的话全来了，用词恶毒的，简直让人看不下去。他们还把周家给的1万块见面礼说成是念念骗来的分手费，还瞎编乱造说他拿了钱就跑了。帖子里还有些糊得看不清的照片，都是念念和周建川以前谈恋爱的合照，全被人恶意 P 过，配的文字也歪得离谱。评论区里，周建川他妈开了好几个小号，在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演苦情戏，把自己塑造成被狐狸精骗了的可怜妈妈，字里行间全是泼妇骂街的狠力劲儿。我看着那些污糟的文字，气得太阳穴突突跳。我冷笑一声，把手机狠狠砸在桌上。这个姓林的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念念就在旁边看文件，听见我的话，她一脸疑惑地抬起了头。我把手机递到了她面前。念念看完帖子，脸刷的一下就白了，呼吸也跟着变得急促起来，手里的文件哗啦一下掉在了地上，那点轻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扎耳。妈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她的声音抖得厉害，满是不敢信的委屈。我语气平静地跟她说，她这是在报复，上次在餐厅她丢了脸，肯定要找不回来，可这些全都是假的。念念急红了眼，眼眶瞬间就湿了。我什么时候脚踏2条船了？那1万块明明是，她根本不在乎真假。我打断她的话，声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，她只在乎能不能把脏水泼到你身上。念念的眼泪终于忍不住，顺着脸颊往下掉。妈，我辞职好不好？她开始不停自责，声音全是哽咽。反正公司刚起步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我不想因为我让公司受影响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伸手拍了拍她的手，力道不重却很安稳。你是我女儿，你就是我公司的招牌，谁敢说你不好，就是骂我教某人叫女无芳。再说了，你觉得你辞职了，他就会放过你吗？我反问了她一句。念念愣住了，泪眼朦胧地看着我。他要的不是你离开公司，他是要毁掉你。我沉声开口，语气里全是不容置疑的坚定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念念无助地看着我，像个迷路的小孩。还能怎么办？凉拌。我挑了挑眉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既然敢泼脏水，就得知道这脏水泼错了人，只会烧了他自己。我看着念念，目光里全是撑着他的力量。你放心，妈一定会保护好你。我立马喊来公司的法务部门，让他们盯紧这个帖子，收集所有诽谤证据，每一条恶毒评论，每一张被篡改的照片，全都会变成姓林的违法的铁证。同一时间，我给几个相熟的媒体朋友打了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对方就笑着开口：“江姐，您亲自打电话来，指定有大新闻吧？”确实是大新闻。我语气平静，不带一点多余的情绪。关于一个被前男友家泼脏水的姑娘，还有她拼尽全力为女儿证明的母亲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讲了一遍，没有添油加醋，全是实打实的事实，包括周建川他妈在餐厅的言行，还有他在论坛上散布谣言的所有行径。对方听完，立马来了兴致，声音都高了几度：“江姐，这题材太有看点了啊！妈宝男，婆婆，网络霸凌，还有您这位霸气护女的母亲，太有话题了。我要的不是有看点。”我打断他，声音冷了几分：“我要的是真相，是让造谣的人付出代价。”明白明白。对方连忙连声保证：“我们一定秉公报道，绝不偏袒。江姐您放心，这是我们一定办得妥妥的。”我挂了电话，转头看向念念：“妈，这样会不会把事情闹得更大啊？”念念满脸担忧，她从来都不爱把事闹到台面上，闹大了才好。我冷笑一声，跟她说道：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现在她穿着鞋，我们光着脚，不把事闹大，怎么让她知道疼？”我走到念念身边，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：“你放心，妈会保护好你。”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全是能扛住事的力量。我让念念在家休息2天，别去看网上的言论，也别接任何陌生电话消息。她虽然不太情愿，还是听了我的安排，只是眼神里还带着一丝没散去的不安。2天之后，舆论果然彻底发酵了，媒体的报道出得特别快，好几家主流媒体和本地公众号都发了相关文章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道姓，但结合论坛的帖子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谁。报道里详细还原了念念第一次去周家收1万块见面礼的完整经过，也点明了周建川母子事后反悔的荒唐行为，还放出了周建川他妈在餐厅对相亲女孩说的那些话，还有我当时的反驳，点明了这就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。当然，这些内容都经过了剪辑和法务审核，只放了对我们有利的事实，绝对没有诽谤成分。舆论瞬间就来了个大反转，网友们全在骂周建川他妈奇葩、恶劣、
碰瓷，还有人扒出了他以前的不少不当言论。周建川也被骂成了妈宝男、软饭男，他的社交账号直接被愤怒的网友攻陷了，论坛里的那个帖子很快就被删掉了，但相关的截图和传播早就已经不可逆了。周建川他妈的那些小号也全被网友扒了出来，铺天盖地的指责，让他也尝了尝网暴的滋味。妈，这下他们肯定要气疯了。念念一脸解气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气疯了才好。我冷哼了一声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周建川他妈就坐不住了，他没再在网上折腾，直接找到了我们公司。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开会，讨论重要的市场推广方案，秘书突然敲门进来，脸色一脸为难，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。他压低声音跟我说：“江总，外面有位李女士，说是您的亲家，非要见您，情绪闹得特别凶。”我抬了抬手，示意会议先暂停。会议室里的高管们互相交换了个眼神，显然都猜到了来的人是谁，让他进来。我语气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。姓林的气势汹汹的直接闯了进来，他穿了件花里胡哨的衣服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一看就是急吼吼赶过来的。一看见我，他立马指着我的鼻子，扯着嗓子尖声骂了起来：“江河他妈，你个老狐狸，你居然敢在背后阴我儿子，还找媒体黑我，你有没有良心？”会议室里的高管们全愣住了，这种泼妇骂街的场面，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。念念也听见动静，从自己的办公室走了出来，她站在门口，脸色瞬间就绷紧了。“林女士，这里是我的公司，请你注意言辞。”我语气冰冷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压人的气场。“我注意什么言辞？你把我儿子毁了，把我一家子都毁了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”姓林的声嘶力竭地喊着，声音刺耳的不行。“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好东西？脚踏两条船，骗我儿子的钱，现在还想勾引我儿子回头，他就是个不要脸的贱人！”“妈，你胡说什么？”周建川也跟在后面冲了进来，脸色铁青，他显然是想拦住自己的妈，却没拦住，他一把拽住他妈，想把人往外拖。“你放开我，我今天非要撕烂他的嘴不可！”姓林的拼命挣扎，指着念念，眼里全是恨意。“你这个贱人，狐狸精，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能为所欲为，我告诉你，我儿子瞎了眼才看上你！”念念的脸白得像纸，身体微微发颤，她紧紧抓着门框，才能勉强站稳。我站起身，走到姓林的面前，直直盯着他：“林女士，把你的嘴放干净点。”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反驳的力量：“你女儿就是个狐狸精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！”姓林的被我气得语无伦次，什么难听话都往外蹦。他勾引我儿子，还把我儿子甩了，现在又想回头，你还帮着他出头。我笑了，笑声很轻，却让他瞬间打了个寒战。“林女士，你难道不知道你儿子早就有新的相亲对象了吗？”我慢悠悠地开口，而且他跟那姑娘相亲的时候，还是人家姑娘帮他付的饭钱。我这话一出口，在场的周建川母子全愣住了，他们显然没想到我连这些细节都知道。你胡说！姓林的说话都结巴了，眼神躲躲闪闪，还在嘴硬试图否认。“我胡说！”我挑了挑眉，语气更冷了几分。“周建川，你妈在餐厅大闹，逼相亲女孩付钱的视频，我已经发给媒体了。”我顿了顿，看着周建川惨白的脸：“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个姑娘敢跟你相亲？”周建川的脸瞬间没了一丝血色，他猛地转头看向自己的妈，眼神里全是绝望和压抑的怒火。“妈，你又干了什么？”他的声音里全是压不住的无力和愤怒。姓林的也彻底傻了眼，他根本没想到餐厅里的话居然被录了下来，还被我拿来当成了反击的武器。“林女士，你以为你那些小动作我不知道吗？”我继续开口，声音里全是不屑。“你以为我女儿离开你儿子就活不下去了？你以为把脏水泼到我女儿身上就能让她身败名裂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大错特错了！”我往前迈了一步，直直逼近姓林的。我江某人从来不怕被人泼脏水，我有本事把这些脏水加倍奉还回去。我转头看向周建川，声音里带着警告：“周建川，你是个成年人，你该知道你妈的所作所为会给你带来什么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站在我女儿面前说爱她？”周建川低下了头，身体微微发颤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的自尊在这一刻碎得彻底，姓林的那股嚣张气焰也彻底灭了。他呆呆地看着我，像第一次认识我一样，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恐惧。“秘书！”我喊了一声，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秘书立刻上前拿出了手机，报警，就说有人私闯办公场所，扰乱公司正常秩序，还涉嫌诽谤。周建川母子的脸色再次变得惨白，他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“不用报警！”周建川急忙开口，语气里都带上了哭腔。“伯母，我们这就走，我们再也不来了。”“走！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林女士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全录音了，诽谤罪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”姓林的身体晃了晃，差点站不稳，脸色比周建川还要难看。你，他指着我，嘴唇抖了半天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“妈，我们快走！”周建川拽着他，几乎是拖着人往外走。姓林的一边被拖走，一边还不甘心地回头瞪我。我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的背影，脸色依旧冷峻。会议室里一片寂静，高管们都震撼地看着我，眼里全是敬佩。念念站在门口看着我，眼泪无声地往下掉，但这一次不是委屈，是感动和释然。我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把他抱进怀里。“没事了，念念。”他紧紧抱着我，把头埋在我怀里，身体不再发颤，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。“妈，谢谢你。”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却全是重新攒起来的力量。“傻孩子，我是你妈啊！”我轻声说着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。我松开他，擦了擦他脸上的眼泪。“去吧，
好好工作。念念点了点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回了自己的办公室。我重新走回会议室，继续开会。我语气平静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。高管们面面相觑，很快就恢复了工作状态。会议室里再次响起了正常的讨论声。这次的事反而让念念在公司的威信更高了，大家不仅佩服她的专业能力，更佩服她有个这么强大、这么护着她的母亲。几天之后，周建川的律师联系了我，他们希望能私下和解，让我们撤销诽谤的指控，还说愿意支付一笔精神补偿金。我笑了，语气里全是不屑。想得到美！我让自己的律师给他们回了话，告诉他们，除非姓名的在所有造谣的平台公开发布道歉声明，赔偿我女儿的名誉和精神损失，不然我们法庭见。周建川的律师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强硬，他们又试了好几次，想讨价还价，全被我拒绝了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姓林的只能通过社交媒体发了一份公开的道歉声明。声明里，他承认自己之前在网上发的全是不实信息，承认这些内容对念念造成了严重的伤害，还向念念和我们公司致以了诚挚的歉意。他还承诺会赔偿念念相应的损失，承担所有相关的法律费用。虽然这份道歉声明写得十分不情愿，字里行间全是敷衍和不甘，但至少我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念念看到这份声明，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，仿佛这只是一件跟他无关的小事。妈，我发现有你真好。他只是平静地说了这么一句，语气里满是安稳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眼神里全是温柔。你也要努力，让自己变得强大，这样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你都能保护好自己，也能保护你爱的人。念念认真地点了点头，眼里闪着光。他开始更投入的工作，也更积极地学新东西。他的生活仿佛翻开了全新的一页，全是满满的活力和希望。我们母女俩的关系也因为这些共同经历变得更加亲密，更加深厚。她再也不是那个恋爱脑的傻姑娘了，而是真正长成了一个独立、自信、有力量的女性。虽然周建川和他家里人偶尔还会像阴影一样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在角落里发些零星的负面言论，但我们已经不再害怕，也懒得再理会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母女同心，就没有什么事能打倒我们。我看着念念投入工作的背影，专注又坚定。办公室的门被敲响，秘书的声音传了进来：“江总，新的市场分析报告出来了，需要您过目。”我收回视线，拿起了桌上的文件。那份道歉声明像一阵风，吹散了一直盘在我们头顶的乌云，但风过无痕，人心里的伤却需要时间来愈合。我给念念放了个长假，她却只休息了3天就回了公司。妈，躲避解决不了问题。她站在我办公室门口，穿了一身干练的职业装，眼神清亮又坚定。我要让他们看看，我江念不是轻易能被打倒的。我笑了，我的女儿终于从那段烂泥里彻底挣脱出来了。后来公司接了个新的合作项目，合作方是业内很有名的华盛科技，项目的负责人很年轻，名字叫陆晨。第一次开项目会议，陆晨带着团队准时到了会议室。他穿了一身剪裁合体的西装，气质沉稳内敛，跟周建川那种畏畏缩缩的小家子气完全不一样。这次的会议全程由念念主导，他准备的特别充分，逻辑清晰，对项目的每一个细节都摸得透透的。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从容发言，偶尔补充几句，整个过程陆晨都听得特别认真，偶尔会提出几个一针见血的问题，念念全都能从容不迫的应对。会议结束，陆晨主动伸出了手：“江总，久仰大名，今天见了令爱，更是觉得虎母无犬女。”他的夸赞很得体，一点都不显得谄媚。我跟他握了握手，陆总过奖了，年轻人还需要多历练历练。陆晨笑了笑，又转头看向念念：“江小姐，你的方案做得非常出色，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合作。”念念也礼貌地回应：“谢谢陆总，我也很期待和华盛的合作。”送走他们之后，念念长长地舒了口气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红晕。妈，这个陆晨好厉害啊！他问的问题个个都特别刁钻。我点了点头，是个不错的对手，也是个好伙伴，你可得打起12分的精神来。念念用力点了点头，我知道。项目进展得特别顺利，念念和陆晨因为工作的事接触也越来越频繁。我偶尔去项目组，总能看到他们凑在一起讨论方案，气氛融洽，又始终保持着专业的分寸。陆晨是个特别有边界感的人，他看念念的眼神里带着欣赏，却从来不会越界。他对工作的要求很高，但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，就算有分歧，也只就事论事，不会带个人情绪。有一次，我下楼去停车场，正好撞见他们俩从咖啡馆里出来，陆晨手里拿着2杯咖啡，递给了念念1杯，辛苦了，喝点提提神。念念接了过去，陆总太客气了，叫我陆晨就好。他笑了笑，开口说道：“一直叫陆总，总觉得我们像在开会。”念念也跟着笑了。夕阳下，2个同样优秀的身影站在一起，格外般配。我没有上前打扰，默默开车离开了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，一直往好的方向走，直到那天，公司前台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周建川来了，非要见念念不可。我皱起眉，直接让保安把他赶了出去。可没过多久，念念的手机就响了。他看着来电显示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直接挂断，但对方却锲而不舍，一遍又一遍地打过来。念念被烦得不行，索性接了电话，开了免提：“江念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”周建川歇斯底里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：“你把我拉黑了，还让保安赶我走。”念念语气冰冷：“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找我干什么？”
我被公司开除了。周建川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，全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妈，你们在网上搞臭了我的名声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个奇葩妈，哪个公司敢要我？我冷笑了一声，现在知道错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念念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，那是你和你妈自作自受，跟我没关系。怎么跟你没关系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我妈会做那些事吗？江念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赔我钱！周建川理直气壮地喊了起来，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，还有我的失业损失费，5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念念直接气笑了，周建川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没疯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就去你们公司闹，去你们家闹，我还要去找你那个新欢，我天天跟着你，我看你们怎么好好过日子。这已经不是无赖了，是赤裸裸的威胁。好啊，我拿过念念的手机，对着话筒冷冷开口，你尽管来，公司门口的监控全是高清的，你每来一次，我就报一次警，骚扰、勒索，罪名我都给你想好了，你看法院会判你几年？电话那头瞬间没了声音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把这个号码拖进了黑名单。念念看着我，脸上还有些没散去的后怕，妈，他会不会真的？他不敢。我安抚着他，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，你越强硬，他就越害怕。这件事就像个小插曲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和华盛的合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，念念忙得脚不沾地，也没空去想那些糟心事。项目收尾的那天，陆晨提议2家公司一起办个庆功宴，地点定在了一家很高档的私房菜馆。席间大家相谈甚欢，气氛特别好。陆晨端起酒杯走到了我面前，江总，这杯我敬您。说实话，一开始跟贵公司合作，我心里是有疑虑的。我挑了挑眉，哦，什么疑虑？网上那些关于江小姐的传闻，我们公司法务部也注意到了。陆晨说的特别坦诚，虽然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，但作为合作伙伴，我们必须考虑风险。我点了点头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但接触下来，我才发现，念念，江小姐，她是个非常专业、非常坚韧的女性，她用自己的能力打消了我们所有的顾虑。所以这杯酒既是敬您的培养，也是敬江小姐的优秀。她说完，一饮而尽。我笑了笑，也喝干了杯里的酒。这个陆晨不仅脑子聪明，情商也很高。庆功宴结束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。念念喝了点酒，脸颊微微泛红。陆晨主动开口：“我送你们回去吧，这么晚了不安全。”我没有拒绝。车上，念念靠在后座上睡着了。陆晨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特意放慢了车速，车里的音乐也调到了最轻的音量。江总，他忽然开口，冒昧问一句：“念念，现在是单身吗？”我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夜景，淡淡回了一句：“是。”陆晨没再说话，车里恢复了安静，但我心里清楚，有些事正在悄悄发生。第二天，我正在处理文件，闺蜜的电话火急火燎地打了进来：“快看你们小区的业主群！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瞬间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我打开微信，点进业主群，几百条消息瞬间涌了进来，一张张不堪入目的照片被人发在了群里。照片全是 P 的，把念念地头嫁接到了暴露的身体上，背景也被 P 成了各种酒店、会所，配的文字更是污秽不堪。高档小区的白富美，私生活这么乱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看着挺清纯一姑娘，听说他妈也是女强人，单亲家庭，发照片的是个匿名小号，发完就直接退群了。但这些照片已经像病毒一样扩散开了，我的手气得止不住的发抖。周建川、林女士，除了他们，我想不到第二个人会干这种事。他们不敢来公司，不敢来我家，就用这种最下作、最恶毒的方式，想要毁掉一个姑娘的名誉。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是陆晨打来的。江总，您看到网上的照片了吗？他的声音沉得厉害。看到了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诽谤了，这是在犯罪。陆晨的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怒意。我已经让公司的技术部门去追踪那个 IP 地址了，您这边我自有安排。我打断他，声音冷得像冰。念念还好吗？他又问了一句，他还不知道。挂了电话，我立马让公司的公关和法务全部介入，报警、取证、联系平台、删帖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走进了念念的办公室。他正在认真核对一份数据，丝毫没察觉外面的风波。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，心里一阵一阵的疼。我该怎么告诉他，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，又用更肮脏的手段朝他泼来了满身的污水？我关上办公室的门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喧嚣。念念，他抬起头，看到我凝重的脸色，脸上的轻松一点点消失了。妈，怎么了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手机递给了他。屏幕上是我已经打开的业主群，他疑惑地接了过去。下一秒，我看着他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，脸白得像一张纸。他的呼吸一下子就停住了，手机从他颤抖的手里滑落，掉在了厚厚的地毯上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但我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心碎的声音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尖叫，只是死死地盯着地上的手机屏幕。那些不堪入目的图片像烙铁一样烫在了他的眼睛里。妈，他的声音很轻，飘得像一缕烟。报警！我走过去，把他冰冷的手紧紧握在了掌心。已经报了。我看着他空洞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妈说过会保护好你，这一次我要让他们把牢底坐穿。”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还是陆晨。我开了免提：“江总 ，IP 地址锁定了，就在周建川家附近的一个网吧。我已经把具体信息和监控截图都发给您了。”他的声音冷静又高效，带着让人信服的力量。技术部门顺便查了一下，发帖的手机号是新注册的虚拟号，但注册时绑定的身份信息指向林女士的一个远房亲戚，证据链很完整。我看着念念，她也清清楚楚地听到了
了这些话，他空洞的眼神里终于亮起了一点光。陆总，谢谢你。我沉声开口。江总客气了，这种人就是社会的败类。陆晨顿了顿，又问了一句：念念，江小姐她还好吗？她很好，我回答道。她比任何人都要坚强。挂了电话，我把陆晨发来的资料转发给了律师和警方，铁证如山，容不得他们抵赖。我看着念念，走吧，我们去一趟警局。念念站起身，身体还有些晃，却站得笔直。好，我们到警局的时候，周建川和他妈林女士也刚被请过来，看到我们，姓林的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瞬间就炸了毛。你们还有脸来？你女儿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还好意思报警抓我们？他指着念念，嘴里喷着最恶毒的话，一个被人玩烂的货色，还装什么清纯玉女，照片都传遍了，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？周围的警察都纷纷皱起了眉头。周建川使劲拉着他妈，脸色灰败的不行。妈，你少说两句，我说错了吗？姓林的嗓门更大了，他自己不检点，拍了那种照片，现在怪到我们头上了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我儿子就是被他这种狐狸精骗了。念念一直沉默着，此刻却突然抬起头，直直的看向姓林的。照片是 P 的，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异常清晰。你说是 P 的就是 P 的，谁信啊？姓林的满脸不屑的嗤笑。警察会信？念念的语气没有一丝波澜。伪造、传播淫秽图片、诽谤，这些罪名足够你在里面好好反省了。姓林的瞬间愣住了，他大概没想到念念会这么平静的跟他讲法律。警察把我们分开，分别做了笔录，我把陆晨提供的所有证据全都交了上去。2个小时之后，我们从笔录室里走了出来，姓林的和周建川也出来了，他们的表情从之前的嚣张变成了满脸的惊恐，尤其是当警察拿出网吧的监控录像，清晰的拍到了姓林的鬼鬼祟祟操作电脑的画面时，他彻底瘫软在了地上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他开始撒泼打滚，拼命抵赖，是他陷害我，是这个贱人陷害我。周建川也彻底慌了，他冲到念念面前，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。念念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妈吧，她是一时糊涂，她只是太爱我了，她不想我被你毁了。念念看着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男人，这个他曾经爱了整整4年的男人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周建川，你不是爱我，你只是爱你自己，你妈也不是爱你，她只是爱她想象里那个能被她掌控一辈子的儿子，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。说完转身就走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。我跟在他身后一起走了出去。周建川的哭喊和姓林的咒骂全都被我们关在了警局的门后。走出警局，阳光有些刺眼，念念停下脚步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缓缓吐了出来。妈，我饿了。我笑了，走，妈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这件事的后续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证据确凿，林女士被依法刑事拘留，周建川作为从犯也被采取了强制措施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最严厉的惩罚。网上那些照片，在陆晨公司技术部的支持和我们法务的全力跟进下，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。我还以公司的名义发布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，严厉谴责了这种网络暴力行为，还表示会追究所有恶意传播者的法律责任。一时间，舆论彻底倒向了我们这边，那些曾经在业主群里说风凉话的人，纷纷私下给我发消息道歉，我一条都没回。不是所有的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，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但我和念念都知道，有些伤口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愈合。念念变得比以前更沉默，也更专注于工作，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和华盛的合作项目里。陆晨特别体贴，他从来不会主动提起那件事，只是在工作上给念念最大的支持和配合。项目收尾的庆功宴上，他依旧坐在我旁边。江总，我敬你。他端起了酒杯，我为我之前的疑虑向您和念念道歉。他说的特别诚恳，我没想到事情会恶劣到这个地步。我端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，你不用道歉。商场上谨慎从来都不是坏事，但生活里不是。他看着不远处正和同事说笑的念念，眼神里带着我一眼就能看懂的情愫。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的遗憾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喝了口杯里的酒。女儿的感情我不会再过多干预，她需要自己去感受，自己去选择。庆功宴结束，陆晨照例提出要送我们回去。念念这次没有喝酒，脑子特别清醒。陆总，今天谢谢你，我们自己打车回去就行。他礼貌地拒绝了。陆晨笑了笑，没有坚持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他看着我们的车走远，才转身离开。回家的路上，念念一直看着窗外，没有说话。你觉得陆晨怎么样？我还是没忍住，开口问了一句。念念回过头，想了想，说很好，但是妈，我现在不想谈感情。他的眼神特别平静，我只想把公司做好，把自己变得更强大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女儿的清醒和理智让我打心底里骄傲，只是偶尔看到她深夜还在看项目资料，心里总会泛起一丝心疼。那件事终究还是在她心里留下了一道痕迹。周末，我拉着念念去逛街，工作是做不完的，要学会劳逸结合。念念难得放松下来，陪我试衣服，喝下午茶。在一家珠宝店里，我们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是上次和周建川相亲的那个女孩。她正和一位男士在挑戒指，看起来满脸幸福。她也看到了我们，犹豫了一下，
还是走了过来。江总，江小姐，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跟我们打招呼。你好，我礼貌的回应了他。那个网上的事情我看到了，女孩的眼里带着同情和歉意，真没想到他们是那样的人。幸好那天听了您的话，不然他没有说下去。但我们都懂他的意思。念念对他笑了笑，都过去了，恭喜你。女孩的未婚夫也走了过来，很有礼貌的跟我们打了招呼。看着他们幸福走远的背影，念念突然开口：妈，你说我是不是没有爱人的能力了？我愣了一下，看着他落寞的侧脸，傻孩子，胡说什么呢？我把他轻轻揽进怀里，你只是被一条狗咬了，现在伤口还没好，所以才会害怕所有的狗。但你要相信，这个世界上更多的是温顺忠诚的牧羊犬。念念把头靠在我肩上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他需要时间。回到公司，念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里，他比以前更努力，也更沉默。我能感觉到他想用忙碌填补心里的空缺。华盛科技的项目进展得很顺利，陆晨和念念的合作也越来越默契。有一次，项目组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，连续加了好几天班都没能解决，念念的压力特别大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都能看到他眼底浓重的乌青。念念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我忍不住劝他，他只是摇了摇头。妈，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到最好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到公司的时候，发现念念办公室的灯居然还亮着，他趴在桌上睡着了，面前摊着一堆复杂的数据图表。我轻手轻脚地给他盖上了毯子，然后就看到了桌上的一杯热咖啡，旁边还有一份早餐，咖啡还冒着热气。早餐是念念平时最爱吃的。我走到茶水间，正好撞见陆晨从外面进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个空的保温杯。江总，他跟我打了个招呼，脸上带着一丝疲惫。陆总，你昨晚也加班了？我开口问他，他笑了笑，想了个解决办法，就顺手把早餐也带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瞬间就明白了，他没直说给念念带的，但那份早餐和咖啡显然不是给自己准备的。念念醒来之后，看到桌上的早餐和咖啡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，很快就被工作取代了。他拿起陆晨留下的解决方案，认真研究了起来。那个困扰了大家好几天的技术难题，在陆晨的帮助下，很快就迎刃而解了。项目最终顺利完成，效果远超预期。华盛科技对我们的工作特别满意，表示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。庆功宴上，陆晨再次举起了酒杯，这次项目能成功，江小姐功不可没。她看着念念，眼里满是藏不住的欣赏，她的专业和投入让我非常佩服。念念只是礼貌地笑了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他依旧和他保持着合适的距离，我能感觉到陆晨对念念的欣赏已经超出了工作的范畴，但他很有分寸，从来不会越界，只是默默地关注着他，支持着他。这种细水长流的相处方式，反而让念念觉得放松。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，我们公司被邀请做主题分享，念念作为项目负责人，站在台上，自信从容地讲述着我们的成功案例，台下掌声雷动。我坐在台下，看着站在聚光灯下的女儿，光芒四射。她再也不是那个被感情困住的小姑娘了，而是一个真正独当一面的职场精英。会后，陆晨走了过来，向念念表示祝贺。江小姐，你的表现非常精彩。他开口说道。念念客气的回应，谢谢陆总，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陆晨的语气特别自然，方便一起喝杯咖啡吗？念念犹豫了一下，转头看向我，我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。好啊，他答应了下来。我看着他们并肩离开的背影，陆晨没有急于靠近，始终保持着一步的距离，尊重着念念的所有节奏。他像个耐心的园丁，安安静静的等着花开。几天之后，念念告诉我，陆晨约他周末一起去参加一个慈善义卖活动，他说那个活动很有意义，可以帮到很多孩子。念念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期待，想去就去吧。我跟他说，多接触些有意义的事，对你也有好处。念念点了点头。周末，他穿了一身休闲装出了门，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幅画，这是我今天在义卖上拍下来的。他举起画，笑着给我看。陆晨也拍了一幅，他说喜欢画里的意境。他没说陆晨跟他说了什么，但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。我知道他心里的那道疤痕正在慢慢愈合，他开始重新审视生活，重新感受这个世界。偶尔我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周建川和林女士的零星消息，他们的官司还在走流程，舆论对他们非常不利，但念念从来不会提起，也不会去关注，他是真的放下了。看着念念，他正在办公室里和同事讨论新的方案，脸上带着专注的笑容，不是勉强的，是发自内心的。办公室的门被敲响，秘书的声音传了进来，江总，陆总来拜访您，说想和您聊聊下个季度的合作计划。我收回视线，拿起了桌上的文件，我心里清楚，有些事正在悄悄发生。陆晨手里拿着2份文件，他迈步走进了办公室。这趟公事谈得格外顺利，华盛科技给的诚意很足。双方签完字之后，陆晨却没有马上离开，他开口喊了声江总，语气坦荡又自然。周末有个青年企业家沙龙，我想邀请念念一起参加。我合上手里的钢笔，这事你该去问他本人。陆晨笑了笑接话，我已经问过念念了，他已经答应我了，就是觉得该跟您报备一声。我心里暗叹这年轻人做事真是滴水不漏，分寸也拿捏得刚刚好。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想去就去吧，多认识些人对他有好处。桌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响了，前台的声音透着明显的焦急。江总，楼下有3个女人在闹事，他们说是周建川的姐姐，非要见您和江副总。我放下手里的茶杯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周建川那3个姐姐，以前念念谈恋爱的时候，一个个跟死人似的不闻不问，现在倒好，直接诈尸了。我对着电话吩咐，让保安先把人拦住，我马上就下来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撑着桌子站起身，陆晨也跟着站了起来。我陪您一起下去吧。
正好我也要走了，我没有拒绝他的提议。电梯门刚一打开，大堂里就传来尖锐的哭喊声：江念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把我妈和我弟弟害成这样，你晚上睡得着觉吗？大家都快过来看看啊！这家公司的老板母女俩仗着有钱有势欺负人，要把我们一家逼上绝路啊！三个女人坐在大堂沙发上，又哭又闹，撒泼打滚，引得不少员工和客户驻足围观。我踩着高跟鞋径直走了过去，我问旁边的保安队长：报警了吗？保安队长连忙回话：已经报了，警察还在路上。大姐周建红眼尖得很，一眼就瞅见了走过来的我，立马就朝着我扑了过来。旁边的保安眼疾手快，一把就把他给拦住了。江总，您行行好，放过我妈和我弟弟吧。周建红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我妈在看守所里高血压都犯了，建川也瘦得脱了相，他们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二姐周建丽也跟着帮腔：是啊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念念和建川好歹谈了4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怎么能把人往死里整呢？三姐周建芳更是理直气壮，网上的东西删了不就行了？念念又没掉一块肉，现在我妈和建川要被判刑，你们赶紧去签个谅解书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我当场气急反笑，这周家一家人的脑回路真是一脉相承的奇葩，没掉一块肉。念念的声音突然从我身后传来，她穿着一身挺刮的职业装，踩着高跟鞋，步履平稳地走了过来。陆晨很自觉地退后半步，站在了既能保护她又不会干涉她的位置。念念走到周建芳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如果有人把你换脸 P 到那种照片上，再发到你家小区的业主群里，你还能说出没掉一块肉这种话吗？周建芳当场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又硬着脖子反驳：那不是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吗？你现在不还好好当你的副总吗？我能好好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妈拼尽全力护着我，是因为我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。念念的声音冷得像冰，绝对不是因为你们家人手下留情。大姐周建红一看这情况，立马换了策略，伸手就想去拉念念的手。念念啊，大姐求你了，以前是建川不懂事，我妈老糊涂了，你看在过去4年的情分上，饶了他们这一次吧。只要你签了谅解书，我们周家砸锅卖铁也陪你签。念念侧身躲开了他的手，脸上全是藏不住的嫌恶。4年情分，你们现在倒跟我谈情分了。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，你们3个当姐姐的连个面都不肯露。周建川找我借钱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装聋作哑，现在他们犯罪要坐牢了，你们倒跳出来装姐妹情深了。二姐周建丽当场就急了：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？我们家就建川一个男丁，他要是留了案底，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他毁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念念冷冷地反问回去：你太狠心了。周建芳指着念念的鼻子就骂：怪不得建川不要你，你这种冷血的女人，谁敢娶你？陆晨立马往前迈了一步，稳稳挡在了念念身前。他比周建芳高出整整1个头，气场全开，压迫感十足。这位女士，请你注意言辞，这里是办公场所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周建芳当场愣了一下，上下打量了陆晨好几眼。你谁啊？我们周家的家事轮得到你插嘴？我是华盛科技的负责人，也是江念的朋友。陆晨的声音平稳又有力。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，要是再不离开，等警察来了，你们就去局子里陪你们的妈和弟弟吧。3个女人一听到警察2个字，嚣张气焰瞬间灭了一半。你少拿警察吓唬人！周建红还在嘴硬，我们是来求原谅的，又没动手打人，求原谅就是你们这个态度。我冷冷地开了口，我今天把话放这，谅解书我绝对不会签，赔偿款法院判多少你们就得给多少，少1分钱我就申请强制执行。你们周家人必须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。楼下突然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，3个女人这下彻底慌了。江念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吗？周建红歇斯底里地喊着。念念连看都没再看他们一眼，把他们交给警察处理。我对着保安队长交代了一句，转身就朝着电梯走去。念念和陆晨跟在我身后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大堂里的喧闹声被彻底隔绝。念念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，陆晨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，抽出一张递到了他面前，手心都出汗了，擦擦吧。念念愣了一下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刚才面对周家3姐妹的时候，她一直强装镇定，其实心里早就紧张的不行。她接过纸巾，轻声说了一句谢谢，你刚才表现得特别好。陆晨看着她，语气温和，逻辑清晰，寸步不让。念念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耳根子微微泛红。我只是不想再被他们拿捏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拿捏你了。陆晨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十足的笃定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俩的互动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，只有这种恰到好处的关心和支持，这才是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模式。回到办公室之后，我立刻给律师打了电话，周家人今天来公司闹事了，监控录像我已经让安保部发给你了。律师在电话那头说得很专业，江总您放心，这些都可以作为拒绝出具谅解书的补充材料。李女士和周建川的案子下周开庭，检方那边的证据非常扎实，他们绝对逃不掉的。很好，我要让他们在里面待够，待到来长记性为止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念念敲门走了进来。妈，周末的沙龙，我想准备一份公司新项目的宣讲材料。他已经完全从刚才的闹剧中抽离出来，整个人都投入到了工作里。可以，我点了点头，让市场部全力配合你。好，他转身就准备出去。念念，我开口叫住了他，他立马回过头来。陆晨是个不错的人选，我直截了当的跟他说。念念的脸瞬间就红透了，连连摆着手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合作着不就熟了吗？我笑了笑，妈不催你，你自己好好把握。念念没接话，红着脸跑出了办公室。周末的青年企业家沙龙。
龙，定在一家高档会所里举办。我没有跟着去，把主场彻底交给了念念。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念念才回了家。她手里捧着一束包装精致的洋桔梗，脸上藏不住的笑意。回来了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书。她换了鞋，把花插进了客厅的花瓶里。今天沙龙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认识了不少同行，还有好几个对我们新项目感兴趣的投资人。她坐到我身边，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兴奋。是陆晨帮你引荐的吧？念念点了点头。他在这方面的人脉特别广，而且他顿了一下，像是在斟酌用词。而且什么？而且他特别尊重我的想法。我跟投资人聊天的时候，他只在旁边适时补充，从来不会抢我的风头。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。花也是他送的。我指了指那束洋桔梗。念念伸手摸了摸花瓣，他说路过花店，觉得这个颜色好看，就顺手买了一束。洋桔梗的花语是真诚不变的爱。陆晨这小子心思还真是够细腻的。妈，念念靠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我觉得我好像可以重新开始了。我拍了拍他的手背，只要你准备好了，随时都可以开始。周3这天，林女士和周建川的案子正式开庭，我和念念作为受害方出席庭审。法庭上的林女士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跋扈，她穿着看守所的马甲，头发花白了一大片，整个人看着老了10岁不止。周建川更是全程低着头，连看都不敢看念念一眼。法官宣读起诉书的时候，林女士一直在旁边抽泣。到了被告人陈述的环节，她突然扑通一声，直接跪在了被告席上。法官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就是一时气不过，想替我儿子出口气啊，我没想害他，求求你们宽大处理吧。法官立马敲响了法锤，被告人请起立，控制好情绪。周建川也跟着哭了起来。法官，我真的不知情啊，全都是我妈干的，我只是帮她注册了个账号，我不知道她要发那些照片啊。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，她竟然当庭把所有责任全都推给了自己的亲妈。林女士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儿子，连哭都忘了。建川，你说什么？妈，对不起，我还年轻，我不能坐牢啊。周建川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旁听席上的周家3姐妹当场就傻眼了，这就是他们拼了命要保住的周家唯一的男丁，竟然是个自私自利、毫无担当的懦夫。我冷眼看着这场母子反目的闹剧，念念的表情也格外平静，甚至还带着一丝嘲讽，这就是他曾经掏心掏肺爱过的人，现在看来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。庭审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因为证据确凿，而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，法庭当庭就做出了宣判，林女士犯侮辱罪、诽谤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0 6个月。周建川作为共犯，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，同时两人需要在省级媒体上公开向江念道歉，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，共计20万元。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，林女士直接两眼一翻，当场晕了过去，法庭里顿时乱作一团。周建川则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如死灰。我和念念没有多做停留，起身就离开了法庭。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，外面的阳光正好，念念伸了个懒腰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结束了，她轻声说了一句：是啊，结束了。不远处的马路边停着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，陆晨靠在车门上，看到我们出来，立马就迎了上来。结果怎么样？他开口问道。念念把判决结果简单说了一遍。陆晨点了点头，本就该罪有应得。他伸手打开了车门，为了庆祝江副总彻底摆脱过去，我订了家餐厅，赏个脸一起吃顿饭。念念转头看向了我，去吧去吧。我摆了摆手，我约了你张阿姨做美容，就不去当这个电灯泡了。念念脸一红，低头坐上了陆晨的车，看着车子慢慢驶离视线，我的心情格外好。晚上的时候，念念回来的很晚，她手里提着好几个购物袋，看起来心情好到了极点。都买了些什么呀？我开口问她。陆晨陪我去逛了逛，买了几件当季的新衣服。他把购物袋放在了沙发上，看来进展不错。念念坐了下来，认认真真的看着我。妈，晨跟我表白了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说我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念念的语气特别诚恳。我告诉他，我刚从一段糟糕的感情里走出来，还不能毫无保留地投入下一段。那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他愿意等，他说感情不是做项目，不需要赶进度，他有足够的耐心陪我慢慢走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没有急功近利，没有死缠烂打。陆晨给足了念念安全感和尊重，接下来的几个月，生活彻底步入了正轨。周家人再也没有来闹过事。听说林女士在里面表现很差，天天跟人打架闹事。周建川倒是老实了不少，但8个月的刑期足够他在里面脱层皮了。至于那20万的赔偿款，周家3个姐姐为了谁出钱，吵得不可开交，最后还是法院强制执行，冻结了周建川名下的账户，才把钱给划拨了过来。念念把这笔钱以公司的名义全额捐给了一个公益组织，那个组织专门帮助受偏见伤害的女性。公司的新项目在念念和陆晨的联合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年底的行业大会上，念念作为杰出青年企业家代表上台发言，她穿着剪裁得体的定制西装，站在聚光灯下，自信优雅又从容。陆晨坐在台下第一排，视线从头到尾都追着他。发言结束的那一刻，台下掌声雷动，念念走下台，径直朝着陆晨走了过去。陆晨立马站起身，张开了双臂，念念没有丝毫犹豫，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。周围的同行们纷纷投来善意的掌声。我坐在后排，看着这一幕，眼眶微微发热。我的女儿终于破茧成蝶了。晚上的庆功宴上，陆晨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，江总。他端起酒杯敬了我一杯，以后不用叫江总了。我笑了笑，陆晨立马从善如流。伯母，念念是个死心眼的孩子，认准了一个人就不会轻易改变。
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待她。您放心。陆晨的语气格外郑重，我会用一辈子来证明。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念念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她接起电话，听了几句之后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，挂了电话。她走到了我身边，妈。刚才看守所打来电话，怎么了？周建川明天刑满释放。念念的语气很平静，就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。她3个姐姐都不愿意去接她，看守所那边例行通知我们一声，我当场冷笑了一声，这周家一家人真是把自私刻进了骨子里，不用理会就好。我开口说道，我知道。念念伸手挽住了陆晨的胳膊，天，我们约了去看画展，没空搭理这些不相干的人。陆晨反握住她的手，食指紧扣在一起。画展结束之后，我带你去见见我父母。陆晨低头看着她，他们一直很想见见你。念念愣了一下，随即扬起了一个明媚的笑容。好。第二天，周建川出狱的日子，没有一个人去接他。他穿着8个月前进去时的旧衣服，手里提着一个破塑料袋，孤零零地站在看守所门口。冬天的风刮得刺骨的冷，他看着空荡荡的马路，摸出手机想给姐姐们打电话，电话一个个打过去，全都是正在通话中的提示。他被所有人拉黑了。他又想登录微信，发现自己的账号早就被注销了。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，这就是他当初犯下的错，该付出的代价。而另一边，市中心的艺术馆里，念念和陆晨并肩站在一幅油画前，画上是破晓时分的海面，阳光穿透厚厚的云层，洒下了万丈金光。这幅画叫《心声》。陆晨轻声开口，念念转头看着他，脸上满是笑意。我很喜欢。陆晨握紧了他的手，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。走吧，我爸妈已经在餐厅等我们了。念念深吸了一口气，步伐坚定地跟着他走向出口。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下来，落在他们2个人身上，发出2道长长的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影子。过往的那些泥泞不堪已经被彻底甩在了身后，前面等着他们的是一片坦荡的阳关大道。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，翻看着下个季度的财务报表，公司的利润又翻了一番，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念念发来的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他和陆晨的父母坐在一起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，4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。我看着这张照片，心里熨帖的不行。我的女儿终于走出了阴霾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周建川出狱的消息，就像一阵微不足道的风，吹过我的耳边，却没激起半点涟漪。他曾经是念念生命里的一场风暴，如今连一片落叶都算不上。但有些人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种提醒。几天之后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江总，我是小王，以前跟周建川是同事。电话那头的人语气有些犹豫，他最近日子过得不太好，想请您高抬贵手。我挑了挑眉，高抬贵手，我做了什么？不是，江总您别误会。小王连忙解释，就是周建川现在找不到工作，听说他以前的事都传开了，很多公司都不敢要他，他想通过您跟念念说一声，能不能？不能。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他现在的困境全都是他自己造成的，他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而不是指望别人高抬贵手。可他是真的知道错了。小王的声音里带着恳求，他现在一个人过得特别可怜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的语气依旧平静，他当初差点毁了我女儿的名誉和未来，现在就尝了这么一点苦头，就叫可怜了。他没有资格获得任何人的同情。说完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念念，他正忙着公司的新项目，和陆晨的感情也越来越稳定。陆晨的父母对念念特别满意，觉得他独立能干又懂事乖巧，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商量2家见面和订婚的事情了。妈，陆晨的妈妈问我喜欢什么样的钻戒，念念红着脸跟我说这件事。我笑了笑，喜欢什么样的就大胆告诉他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念念点了点头，脸上全是幸福的笑容。我看着眼前的女儿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她值得拥有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